你可能听过有人可以用占星啊、命理或通灵的方式来预知未来。不过，如果今天有人说他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来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，你相信吗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超级预测师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祺。相信大家对于《三国演义》里面的诸葛亮都不陌生哦，他是很多人心中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超强军师。在很多危急的时刻，诸葛亮就像是能够预知未来一样，用事先安排好的计谋跟锦囊妙计，让蜀军逢凶化吉。虽然说这些传奇事迹很多都是小说虚构的剧情，不过其实在现实当中，可能还真的有人能像他一样料事如神。2011年，美国情报机构曾经举办过一场为期4年的预测联赛，召集相关领域的专家，看看谁能够最准确的预测国际的政局走向。在所有的参赛团队当中呢，就出现了一组人马，以 86.2% 的超高预测正确率，打败了密西根大学跟麻省理工学院等其他队伍，甚至也赢过那些掌握机密资料的专业情报分析员。不仅如此这批人呢，也在2013年、2017年跟2018年的其他预测大赛都赢得了冠军。而这批神人呢，是来自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个叫做 Good Judgment Project 的团队，主要由泰特洛克跟米勒斯这对心理学教授夫妻所领导。原来未来真的是可以被预测的吗？他们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做出精确预测的呢？我们一般人也可以透过学习变成像他们一样厉害的预言家吗？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，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最近1年多，各种 AI 的应用进步神速，你是否也很好奇 AI 技术的最新动态，以及该如何在自己的产业或领域当中应用 AI 呢？如果是的话，那千万别错过 NVIDIA 在3月18日到21日举办的 GTC AI 大会。只要报名就能够免费同步线上参与这场位于美国的大会，零时差掌握最新技术。不只有必听的执行长黄仁勋主题演讲，还有全球多家顶尖企业分享最新的应用实力。总共有超过900场主题多元的线上讲座，还有8场 Watch Party 中文讲座。NVIDIA 专家会陪你一起看精选议程，并及时讲解内容。喜爱探索科技的你，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，免费报名 NVIDIA GTC AI 大会，一同来探索科技的未来吧。长期钻研人类认知跟决策历程的泰特洛克跟米勒斯教授，透过研究发现，所谓预测未来的能力，其实是一种统整跟分析讯息的思维方式。这种思维方式主要有2大重点，一个是几率推理，另外一个是避免认知偏误。首先，几率推理简单来说，就是依据运用相关事件的几率分析，推导出一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。例如，假设有个人想要知道自己明天出门会不会被车撞，他可以先去查阅去年行人被撞的统计，然后算出大概的几率。除此之外呢，如果明天的降雨几率很高，他家附近的车祸比较频繁，或是要出门的时间是在晚上，那会被撞的几率可能又会再提高一点。透过掌握这些已知的资讯，一步步修正自己对于几率的预估，以接近真实状况，就是他们预测未来的逻辑。而另外，在推论的过程当中，还有一个重点是要避免被认知偏误给干扰。像是我们一般人很常会出现的确认偏误，就是指当我们对一件事情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立场，就会选择性的去搜集或者记得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，然后在无意之间忽略到很多不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。如果能够学会避开这些认知偏误，就可以做出比一般人更精准的预测。而那些预测能力在前2% 优秀的人，就被研究人员叫做超级预测师。他们除了很擅长这种思维方式，在人格特质上面也通常都有一些共同点。从直觉来看呢，能够预知未来的人应该都是一些超级聪明的天才。但其实研究发现，大多成为超级预测师的人，虽然智商确实会略高于平均值，但也还不到 IQ 超过135学术上面定义的天才。让这些人能够异于常人的点其实他们能够解读跟分析数据的能力，还有成长型思维，也就是呢，相信自己可以透过持续的学习持续进步。除了持续学习之外呢，很多超级预测师也都有创造力的特质，他们思想普遍比较开放，乐于尝试新的东西，培养出多方面的兴趣跟专长。而这样的特质呢，让他们在预测未来时候比较能够跳脱框架思考。一般人对于一件事情的发展，可能只想到 A 跟 B 2种可能性，但超级预测师却能够看见 C、D 跟 E， 也因此更能够掌握别人意想不到的发展。除此之外呢，了解自己的限制，不会过度的自满也是很重要的特质。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思考的时候，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自己很难察觉的盲点。
能够成为超级预测师的人，除了更懂得自省之外，也经常呢会透过跟别人合作、相互学习，来达到更精确的预测。而且合作的效益还不只是如此哦，透过团队的力量，甚至呢能够让这些超级预测师们开创一番新的事业。以泰特·洛克跟米勒斯教授的预测团队在赢得预测联赛的冠军之后，便合伙创立了 Good Judgment 这间预测公司。他们提供主要服务是帮很多不同的领域，像是政治界啊、商界或是能源产业的客户做专业的预测，以掌握未来的先机。目前这间公司的年营收呢，大约是540万美金，员工数在50人以下。虽然规模不算是超级大，但是呢，他们在很多国际重大议题上面都曾经做过正确的预测。像是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，他们就成功预测了川普的初选成功。在 COVID-19 的疫情期间，他们也正确的预测原定2020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延期1年后再办。而根据他们自己的统计，平均来说呢，他们对于300天后会发生的事情有大约60% 的预测准确率，而对于250天后会发生的事情呢，则是可以达到75% 正确率。那就像刚刚说到的，要成为预测师，并不是要真的超级聪明。根据他们的说法，只要透过训练，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成为这样子的超级预测师。Good Judgment 公司的执行长沃伦·哈奇呢，曾在一次的采访当中分享，自己刚加入预测团队时表现不太好，所以他就开始观察身边那些很会预测的人都在做些什么。他发现这些人每次预测的时候呢，都会记录自己的推理过程，再反复的检查其中的逻辑，也会跟身边的人讨论自己的想法，从中找到可以修正的地方。沃伦·哈奇呢，在亲自实践这种练习之后，预测能力确实有所提升，最终也达到了超级预测师的水准。简单来说，提升自己预测能力的方法呢，就是反复的去预测、验证以及修正这3个步骤。而每次练习呢，可能都可以找到自己在思考上面的一些盲点。练习久了，就像是写了很多数学题目一样，变得越来越会拆解题目，避开陷阱，然后得出正确的答案。不过实际上该怎么做，其实都还有更多深入的技巧跟学问。那我们碍于时间关系，就没有办法在这边一一介绍。但也有人觉得这些所谓的预测呢，根本就没有那么厉害。有不少学者认为，这种预测方式有很多的限制。最常见之一呢，会引用黑天鹅效应的观点。想象你是一个生活在16世纪的欧洲人在资讯啊跟交通都没有现在那么发达的时候，而你呢，你从小看到大的这个天鹅全部都是白色的，自然而然呢，也就认定世界应该不会有其他颜色的天鹅。直到有一天呢，一艘来自澳洲的商船上面载了一只黑色天鹅，这个时候你才会惊觉原来天鹅还可以是黑色的。提出黑天鹅效应的塔雷伯教授呢，借由这个黑天鹅的例子来比喻，世界上面有很多的事情是几率小到你以为不可能发生，但实际上却真的发生，而且会带来巨大的冲击，像是金融海啸啊跟 COVID-19 疫情。换句话说，质疑者们认为呢，真正严重需要提前准备的大事件，他们都很难预测到，多半呢只能够预测一些看起来相对无关痛痒的事情。那对于这样子的说法，支持超级预测的一方认为，我们不应该用可预测或是不可预测这样子的2分法来看待未来。因为真的要说的话呢，绝大多数的未来事件应该都算是灰色的天鹅，也就是说呢，有一部分的可预测性，但的确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。而超级预测师的主要目的呢，就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，尽可能去预测那些可以被预测的部分。在实际了解完超级预测这种特殊的专业之后呢，老实说，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这好像没有原先想的那么厉害嘛的感觉。跟我们以前做的这个运动神童相比超级预测师的预言呢，都相对的保守很多，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神奇。而且2022年的2月初呢，他们认为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几率呢还低于50%。换句话说，这几年全球最大的事情，他们就没有成功的预测到。不过在这次事件之后呢，预测师们也检讨自己预测失准的原因，修正自己预测逻辑的公式，而这一点呢，就让我们蛮意外的，也蛮佩服的。因为一般来说，很多的专家或是权威人士，为了要维持自己的地位，都会尽量的表现出完美的一面。就算犯了错，也常常会解释成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。而这些超级预测师呢，诚实面对自己的不足，承认自己有局限，不会假装自己很厉害，就让我们觉得很不简单，让人感觉更接近科学了一点。不过，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占卜啊，或者是预测，这种预测方式呢，可能会让某些人觉得比较冰冷，所以对于心理安定的效果，或许就没有占卜那么强吧。
那话说回来其实每年《经济学人》杂志呢都会举办 The World Ahead 的预测比赛，他们会在网站上面提出一系列关于当年度国际大事的预测问题，像是乌俄战争何时会结束，还有各国总统大选的结果等等。一般大众呢都可以注册，然后回答这些题目，到接近年底的时候再由官方来揭晓答案。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去上面试试身手，搞不好呢你就是那2% 拥有超级预测能力的人哦。好的，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，你会相信超级预测师做的预测吗？ A 会，我觉得这些人呢用实际的证据跟数据推理出来的结果应该不太会错。B 不会因为呢就算可以用数据分析跟推理算出大概的几率，未来还是会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。C 看状况，我还是会自己了解跟分析之后再决定要不要相信别人的意见。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超级预测师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印度神童以及资料科学家到底是什么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